助人，欲望最宜人。犯罪赎罪，灭罪，丑恶是原罪。遐想狂想，假想妄想，难抵挡梦想。思念一念执念，既不愧信念。炫目中现有种力量，昔日繁华变荒诞，烈火里的黑暗，勇者们集结。烈火烫烧不尽谎言，难救除非许下真相降临。看尽世界，所有我所有罪，熄灭或者剩下黑灰。不必激动，我们坚毅的脸，傲慢而志在天地间。我们从未失手，守护你的伤口，用力驱散邪恶迷雾。我与凶险交手，没有任何借口，用力追赶烟火迷雾。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你为什么拘禁连先晴和静春？我没有拘禁他们。您是不是没有搞清楚我们之间的这个人物关系啊？连香琴是我的前女友，静春是我现在的女朋友，他们两个之间呢有点矛盾。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个地方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？他就把我们约到了那个地下室，没聊两句就吵起来了。后来他又说狠话，说要烧死我们，要同归于尽。那我这一生气，我就走了。那你杀害许同生未遂，你怎么解释？哎呀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要杀他，要不是你们沈队赶到，真的我就被他打死了。你们不了解事情的经过吗？那你们可以去看监控嘛，监控里都有的。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，突然窜出来就打我，那我不能杵在那就让他打吧？我这最多了也就算是防卫过当。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
你别给我狡辩！警察同志，你为什么还急了呢？啊，咱们说话做事是不是要讲究证据？这根本就没有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要安到我的身上呢？不的，我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交给我吧。去吧。马上开始了。陈队，你可来了！希望你赶快查出真相，还我一个清白。好久不见呀，韩佩。你说什么？昨天晚上要不是我，你就被许东升打死了。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审问他一下，为什么这么对我？谁也不能审判我，除了我自己。收吧这句话。啊？2005年，许家火灾案，死者许青松、程秋月夫妇，嫌疑人韩佩。笃敬食品加工厂案，死者韦康，受害人孙玲，杜丹宁自杀，嫌疑人韩佩。316车祸案，死者韩军，嫌疑人韩佩。赌城加工厂系列案件，嫌疑人韩佩。1115莲香琴靳春被绑架伤害案，死者靳春，嫌疑人韩佩。韩佩是所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，而你就是韩佩。什么意思啊，沈队？为什么韩佩做的事情都要怪在我的头上呢？这样你们才能交差是吗？韩佩死了，我是韩军。你骗得了国内所有人，但是你骗不了国外。和韩军朝夕相处的莲香琴，他现在的证词已经指认了，你不是韩军，是韩佩。那个疯婆子的话，你怎么能信呢？他放火杀人，他的话能信吗？这是什么？不认识，不认识就对了。你胸有成竹地认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证据能证明你是韩佩了。你以为你成为韩军以后就能高枕无忧了吗？那是假的，永远都是假的，永远都会有破绽。这个项链是莲香琴的，里面有2个指纹，一个是属于他自己，一个是属于韩军。你说你是韩军，那为什么不一样啊？因为你不是韩军，你是韩佩。这是靳春用生命换回来的东西，就是为了揭穿你的身份，定你的罪，因为你就是韩佩。
游戏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就差这么一步。你以为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吗？我是被逼的，他们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小的时候，我爸就偏爱韩军，不只是他。周围的人都觉得韩军比我要好，觉得他学习好，性格好，哪都好。我站在他的身边，就是个反面教材。好，那我就让所有人都看看韩军不堪的一面。我听说你妈死得特不光彩，是真的吗？啊？他特别容易被激怒，只要一提到妈，他立马就发疯了。弟弟，你今天的事儿我都看见了，你这样得进少管所。他们该死！你不想出国了，我不想出国，有不良记录对我也没影响。这样，待会儿你就跟警察说你是韩佩。韩佩，给我过来！听见了吗？爸跟我的选择一样，快去吧。你看看我这个傻弟弟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还以为欠了我一个很大的人情。叫什么名字啊？韩佩，跟我们走吧。所以在看守所里的是韩军，指纹也是他的，但名字用的却是你的。没错。之前你们还让鲸吞来试探我到底是谁，真的，我心里觉着非常的可笑。之前在学校排练，我上台主持的人可都是我，还有那个时间胶囊什么的，我都知道。后来韩军回来了，我爸就把他送出了国，读名校，当律师。我以为他走了也就算了，我没想到我爸还是老样子，心里想的，嘴里念的依然还是韩军。我当时就想，是不是我得做件大事儿，来证明我自己？这时正好消防的来找茬了，我觉得是个好机会。上次食品加工厂就是因为这个许青松搞消防整顿，害我们到现在都没开工。现在又跑到这儿来拦我的路，照他这么查下去，咱们就真的危险了。他就是想要一个能干的儿子嘛，我替他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，我以为他能够醒悟。我人都傻了，他就怂了。
地下室的事儿，我打算不干了。韩总，我的技术已经成熟了，随时可以扩大生产。要不您再考虑一下，现在不干，咱们毕竟已经付出的太多太多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也别劝我，这件事太危险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岁数大了，想安稳的等小军回来，把工厂交给他。我就这么憋屈着过了10好几年，直到1年半之前吧，沈姨来找我，她说干这个利润更大，那个厂子能赚几个钱啊？没错，这个傻子都知道，所以我决定。我要把这件事情干成。你知道那东西风险有多大吗？你想赚钱，那肯定得有风险啊，更何况挣大钱，是不是？那风险肯定会更大嘛。我不想再冒那么大的风险了。18年前就是教训，现在一定更困难。总能找到赚大钱的机会的。哎。你弟弟现在做得不错，等你爹回来把厂子接手以后，就可以踏踏实实、好好的赚大钱了啊！爸，您总想着把这个厂子给他，但是你也得问问他，愿不愿意要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告诉你，现在禁毒力度越来越大，有一批货已经被扣下了，那几个人已经被抓了。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你们俩在我背后搞的那点小勾当。我警告你们俩，如果再让我发现你们碰毒品，我就让你们俩吃不了兜着走。韩军行，我就不行。哎，你信不信？今儿让韩军提这事儿，那老头二话不说，立马同意。我觉得吧，老爷子是上岁数了，这魄力是大不如以前。可不呗，你说他还能干什么呢？啊，天天守着几个破厂子，连养老的钱都赚不出来。哎，你也别急，再试试。说不定还有转机。有转机？你觉着我能说得动他？小北啊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毕竟你们是一家人，父母对孩子呢，向来是吃软不吃硬。你把药给你爸送进去，好好跟他说2句软话，说不定还管用。只能是试试了啊！别抱希望。怎么样？我说老头疯了啊！窜起来差点打我。我怎么就这么入不了他家呀？你先别急，这样等老爷子彻底消气儿，咱们再想办法，啊。哎，对了，樊毅那边可以上手了，但是他一个人不行，得给他找个助手。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？什么事儿？爸，你怎么了？啊，起来！怎么了你？啊，哪不舒服？你坚持一下。小白，你等等！干什么？你等等！我求你，你待一会儿再打。求你了，听我说完。如果说你现在不打这个电话，咱们的计划是不是就能顺利实施了？
如果说老爷子就这么走了的话，是不是就没人能阻止你了？就再没人拿韩军和你对比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可以轻轻松松挣到10几年你都挣不到的钱。你自己想想，你自己做决定，自己做决定，自己做决定。所以你看着韩坤死，谁让他越老越胆小？谁让他一直只爱韩军？但是话得说回来，我爸不是我杀的，是沈一怂恿我干的。文成，他还用这件事情一直在威胁我。那就按3击吧，啊，你3，我7，就这么定了。不是小裴，所有的数据和技术都是我整理研发的，这个比例不太合适吧？怎么着？你还不太满意？你就是我们家养的一条狗。我给你3就不错了，我1分钱不给你，你怎么样？啊？你在这儿跟谁叫嚣呢？别急，小裴，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？你先看看这个，然后咱们再聊，啊。5，我们5-5平分。我又想了一下，其实你刚才提那比例挺好啊。我7，你3。我以为我爸死了之后，我可以掌管全局。可谁能想到，沈毅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。我告诉你吧，都城加工厂的事儿，全是沈毅干的，是我在保着他，是我在想尽办法给他收拾那个烂摊子。胃康已经解决了，不过消防那边一直在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王鑫那个蠢东西还想杀死我，
简直就是送给我一份大礼。你怎么来了？沙维康的事可能瞒不住了，他那个当记者的老婆一直在查我们。那你把他也做掉吧，完事我安排你出国。你说的。嗯。哎，军儿，对，是我。爸的忌日快到了，你不回来一趟吗？我最近很忙。我想着你回来不正好看看妈吗？行，那我安排一下吧。好，你安排好了告我，哥给你订票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一提妈就好使。不过妈还是很照顾我的。给我生了这么个双胞胎弟弟，让我的身份已经被你们这些人逼到绝境的时候，还有重来一次的机会。还是老样子吧。其实我可以住酒店的，住什么酒店啊？都到家了。再说了，妈不一直也希望咱哥俩能好好的吗？对。然后我让他住在了家里，留下了他的指纹。那我先收拾收拾吧。好。这儿，哥想问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有人要害我，我需要你这个大律师来救我一命，你会救吗？咱俩是亲兄弟，我需要避嫌。但凡他能说一句好话，但凡他能露出一丁点把我这个哥当亲人的意思，我都不会动手。但是你们看，他就是这么个自私自利的人，那我又何必对他心慈手软？错了吧你！你别这样，你别冲动，下来，滚蛋！这他妈臭娘们儿，真他妈找死呢他！哎，娟儿，我这眼睛太难受，你来开吧。啊，换位置就更容易了。我在隧道没有监控的地方把车停下，他也没对我起疑心，就想着怎么把我们的妈带回去呢。那我就送她去跟我们的妈团圆。我顶住！阿妹，救我！阿妹，阿妹。你换过身份之后，沈一就没有怀疑过你吗？不，这个老狐狸，他怎么可能不怀疑呢？韩总，就是这位先生找您。哦，你好，你有什么事吗？韩军，是，啊，不记得我了？
你小时候，我还经常去你家呢。您这一提，感觉是有点面熟，但是我不能确定啊。您贵姓？哎呀，你说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啊？你哥刚要被抓，你就大老远的从国外回来了，还碰巧出了车祸。是啊，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韩佩找我回来说给爸妈去扫个墓，结果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。这间屋子没有监控，没有录音，我就想听你一句话：咱们的产业，你就真的不要了？韩家的产业我不感兴趣，正巧发生了这样的事儿，那我只能把它尽快处理了。完事我还要回美洲呢。赌城加工厂也要处理掉？当然。那你卖给我吧。原来您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。可以啊，我们可以聊一聊。来，请坐。哎，对了，您怎么称呼来着？他以为他把事情都做得天衣无缝了，其实我早就看透了。他重启制毒厂就是为了试我。如果我是韩佩，我一定会出手，那就他可以继续拿捏我；如果我是韩军，他就会独吞加工厂，卷走所有的财产。所以那个快递是你故意给沈怡的？没错，我就是想跟你赌一把，看看你能不能把沈怡感化。这个你记住了，一定要交到沈怡本人手里面。这个你拿着，这个辛苦了啊！哥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啊。你杀了韩军，又设计逼死沈怡，这都是为了报复。那金春呢？金春不一样。我是真的爱他，为了让他发尽法意跟我出国，我可是费了一番功夫。你呀，就是同理心太重，责任心又强。我觉着你现在需要外界的干预了。正好我的母校查德哈恩大学开设的心理学研修班。叶学长，我不需要这个选择。正好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学长，杜丹宁出现了。他俩是最好的朋友，他好胜心很强。只要稍稍给他点挫折，他就一定会崩盘，连带景春一起。可以把检测报告给杜丹宁送回去了。后来啊，
他就在我意料之中自杀了。那边我已经帮你联系过了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而且你的介绍信和你的资料我也帮你准备好了，只等你考完了语言之后，办好签证，直接就可以入学。学长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你说你爱金春，那为什么放还手的？我也爱我的父亲，爱我的弟弟。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爱我。你认为所有人都不爱你，那是因为你根本不配得到爱。你说所有人把你逼到了今天，但其实呢，是你的自私和贪婪才促使你犯罪，让你今天坐在这里。你以为你成为韩军以后，以往的罪责就能一笔勾销了？不会的，面具终究是面具。你必须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，因为你就是那个罪大恶极的加害者。你说谁也不能审判你，除了你自己。但我今天告诉你，他们所有人都能审判你。韩北，只要做过，就会留下痕迹，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一切都结束了。董事长韩佩案开庭审理，最终判决如下：韩佩因犯故意纵火罪、故意杀人罪、非法监禁罪、制毒贩毒罪、教唆杀人罪，数罪并罚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这么放不迟早得摔吗？这小兔崽子灯都不关。
这都几点了，还不下班？武大，这个季度照片墙该换了。这种活明天干吧，赶紧休息啊。行，武大再见。武达，能够感同身受逝者，并不是我的缺陷，它反而是我一种能力。只要我调整好心态，合理的去运用它，那就会是我为逝者发声的最好的武器。所以武达，等我回来，和大家继续并肩作战，好吗？傻丫头。这是他一直想来的地方。怎么样？没骗你们吧？是不是好美？很漂亮。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啊？不管是之前还是以后，我都会站在罪恶的对立面，做这个世界上最坚定的守卫者。那你呢？还是那句话，凡是做过，必留下痕迹。今后，我会在火窖这条路上继续探寻真相。我希望我能够治愈每一个我遇到的人，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点，再美好一点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3个人注定就是铁三角，因为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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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你的路上经历了无数日落，哪怕多遥远，我也不计较后果。刀山火海都难不倒我，只怕你醒了也看不到我。悲也好，疼也罢，我都不曾哭过。谁的故事里没有经历过风波？看候鸟飞过，你会想起我。夜里我才会跟自己这样说。当再见你时，你一定很快乐。人不
山路险阻也不敢忘记承诺，命运弯曲关关都能爱过，纠缠如烧不完的漫山野火，都怪春风吹过生寂寞，石头就不该打破，水面平和，沿路美景变成对与错，悔恨像粉心似火，血流成河，忘记爱过恨过却